这上面写的是什么？中庭地白属奇雅，冷露无声诗桂花。今夜月明人尽望，不知秋思落谁家。这上面写的是：北国漂泊正西风，恶殍蛮影恶横生。草菅人命无尽时，回望故国空留恨。此话怎讲？这是说，今日大兴不义之时，伐无罪之地，有横路宗室族人将我们关在这暗无天日的吴国城里，食不果腹，衣不御寒。这样做简直就是在草菅人命，恶贯满盈。这就是你们晋人对待战俘之法吗？那我请教你，我晋人应该如何对待战俘，才能不被后人所诟病？大人，既然是请教，敢问这里是你们晋人向人请教说话的地方吗？这个秦桧有点意思啊！秦大人，请恕在下照顾不周，今日略备薄酒小菜，不成敬意。咱们边吃边聊，请。秦大人，这是……这饭我不能吃。这是为何？如今我大宋的皇帝还在忍饥挨饿，我身为臣子，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独享这饕餮之宴？好，即使我向秦大人请教，那我也不吃了。秦大人，我倒想听听看，我们晋人怎么就兴不义之事，伐无罪之地了？在大宋与大晋这场战事之中，大晋下错了这盘棋，走错了一步，继而一错再错。楚河汉界本来就是泾渭分明，相安无事。赵宋王朝开立以来，功德基业，比隆汉唐。可是你们晋人却无缘来犯，这就是行不义之事，伐无罪之地。这越了河，坏了规矩，这是第退下，你说下去。你们晋人起兵掠地，可否想过，泱泱大宋，神州万里，那需要多少兵马，多少时日，才能全部拿下？更何况，大宋朝中还有忠臣良将以死相抵，那你们晋人
又何以在朝夕之间得胜而归呢？自古太平出盛世，可是现在两方对垒，战火纷飞，这岂是长治久安之法？此为第二错。你继续说。为了安定宋土，金人立了张邦昌为傀儡皇帝。可是他非赵氏之后，也非皇室正统，篡位屹立，何以服天下百姓？你本以为可以安定民心，却反而激起民愤，最后落得他自求一死，此为大错特错。那依你之见，今宋该如何是好？和则天下太平，百业昌盛；战则两败俱伤，民不聊生。那你说，怎么做才是上策？以和为贵，坐享其成。以和为贵，坐享其成。好，我也正有此意呀。不过，我军主帅詹韩掌权，他认为只有武力才能征服天下，皇上也听不进去我的话。可否让在下一试？娘娘，他们来了。二太子请留步，恳请大人发善心，赐我们过冬衣被，不然没有人会挨得过这个冬天的，求大人了，求大人了。请娘娘宽心，微臣正在斡旋。谢大人。我们走。宗帅，你找我？朝廷下诏，让我捉拿钦犯。这儿有一份名单，你拿去看看。宗帅可是要我去办此事？这上面有一个名字，你要谨慎办理。谁？梁再平。两军交战之际，临阵脱逃，其罪当诛。梁再平是梁红玉的弟弟。朝廷此次下诏，让我们去办理此事，恐怕是别有用心呐。梁再平现在在韩世忠的军营里服役，如果我们在抓捕的过程当中对韩将军有所顶撞，那这个事儿可就大了。你的武功、修为都属上乘，我怕你年纪轻轻，沉不住气啊。宗帅放心，末将会妥善处理此事。好，你去办吧。报告将军，宗帅部下岳飞求见。末将见过韩将军。免了。今日所为何来啊？
在下奉宗帅之命，来向韩将军要一个人。什么人？梁再平。梁再平是我军中部下，你要他做什么？这是朝廷捉拿侵犯的诏书，请韩将军过目。当日，金人南下，汴京失守，宋军溃散，梁再平侥幸逃脱，但无军可投，只得回降。怎么算逃兵？岳飞，回去禀告总帅，说明缘由吧。在下只是一名武功郎，定罪一事，还得由朝廷定夺。今日在下是有军令在身，还请将军不要为难末将。你可知道，从我帐下拿人，谈何容易？来人，布阵！早就听说你岳飞武艺超群，如果今日你能破了我这五行阵，人你可以带走。示之以虚，开之以利，后之以发，先之以智，辽条刺抹，顺利逆行，剑走偏锋。剑阵托自奇门遁甲，用的其实是障眼法，将一套剑法分由几个人共同操练，把敌人围在中间。剑阵流动，同时出手，密不透风，威力无穷。一个精妙的剑阵，能抗击万千军马。师傅，那剑阵如何破解？所有的剑法，强弱互参，必有其弊。记住，精心一念，不为所惑；观其行，锁其力；唯心一事，断其意。
来，喝了这杯中酒吧。岳飞，你来我营中抓人，而且抓的是韩某的七弟，这在我营中可是破天荒的头一遭。韩某呢，本想刁难于你，不过你破了我的五行阵，我佩服你的武功和胆量。梁再平之事，我想为他求个情。现在江山不稳，社稷飘摇，朝廷也是用人之际。梁再平是我的得力干将，我想请你高抬贵手，放他一马。韩将军，此事岳飞做不了主，岳飞只是奉命行事。如今朝野混乱一团，各地政令不通，为何拿我开刀？我听说宗帅一心想着北伐大计，这个时候拿我开刀，对他有什么好处？岳飞听说的倒是，各路大军拥兵自重，不从朝廷号令。自靖康之后，军纪日益败坏。韩将军是深明大义之人，若您能亲为表率，何愁北伐大计不成？听上去蛮像宗帅的口吻，不知道是他教你的，还是你自己想出的来糊弄本帅？岳飞不敢胡言。靖康之耻，亘古未有。如此奇耻大辱，任何一个胸怀热血的大宋男儿，都应该以收复失地、赢回2圣为己任。否则，我们还有何颜面存活在这破碎的山河之上？将军不用再为难他了。既然岳飞心系社稷，咱们也不是不明是非之人。虽然再平是红玉的亲弟弟，红玉也不会以私事而非公法。3代坚信军法而遭难。再说，再平又是梁家独苗，为父怎么能忍心看到梁家绝后呢？只要行得光明磊落，梁家列祖列宗在九泉之下，也会为再平感到骄傲的。多谢韩将军、韩夫人深明大义。岳飞回去之后，必将实情禀报给宗帅，请宗帅为梁同志求情，争取从宽发落。传梁同志进来。是。
岳飞得罪了，自干一杯谢罪。且慢。早已将马革过时视为儿常。可事到如今，韩某还是逃不过这个情字。岳飞啊，我等与这些如狼似虎的金人作战，有几个能活得下来的？今日我夫妻二人与载平是绝命，与你可能也是绝命。来人，看，上酒，上好酒。是。喝了这碗酒，算是见信。谢韩将军。果然是好酒。岳某生平第一次喝到这么好的酒。哎，不用带了。拿着。夫人放心，岳飞一定会把梁再平回到军队服役的事实向总帅说明，总帅一定会妥善处置。多谢。将军，姐姐，弟弟若是不能回来，请你们替我多杀几个金寇，将金寇赶出咱们家乡。岳兄弟回来了，辛苦辛苦。梁同志请到了。岳兄弟，你可真不容易，王死城先走了一遭。托大帅的虎威，这枷锁还是韩夫人亲自替他戴上的，交与大理寺处理吧。好，来，压下去。也就是你，换了别人，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？
一言难尽。还有些事情，我要亲自向大帅禀报。好，你让我连结河北、河东的忠义之士，我大概算了一下，这是怎么了？有120万。李相来了。这些人两个老的见面就吵，这会儿越争越火。我有一个条件，大帅的身子骨不易再生，必须给我足够的这么粮饷。是啊，可是他们能听咱们的吗？哎，早晚得争出事来。争来争去的，争什么呢？哎，还不是老掉牙的问题。老帅主张北伐，李相主张固守，谁都说服不了谁。其实这些事儿也用不着争。作为军人而言，伐得了伐不了，都要北伐；作为朝廷命官而言，守得住守不住，都要固守。职责所在不同，自然所报的主张也有所不同。我们现有的粮饷，朝廷都不够用，我上哪儿给你弄120万呢？你不给我粮食，我拿什么去北伐呀？此事我们要从长计议。我们现在有时间从长计议吗？你到城墙上看看，哼，金人的旗帜就要飘到这里来了。总帅，你别着急呀，金人是虎，我们也不是羊啊。他们想要一口吞下汴京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现在金人士气正盛，我们此时北伐还是太冒险了。我以为还是先固守边境，等时机成熟了，在燕赵之地，一步步的稳稳的走。两位皇帝，已经一步步走到冰寒之地了，我们还在这想着稳，还想一步一步的走。呵呵，要是这样，大宋早就有衰亡之嫌了。总帅呀，慎言，慎言。我知道，你不敢说这句话，可是你的心里没有这种担忧吗？难道我们的皇上愿意被金人凌辱吗？哼，我心里明白得很。我上了那么多的折子，皇上每次批下来的都是那几个字，什么审官行事不宜妄动了，什么仍宜持重，先不要挑衅了。其实这几个字都是出自你口。就算出自我口，那又怎么样？我知道，你千方百计拖住皇上的腿，不想让皇上做北伐之想。哼，我要是不了解你的处境和苦心，我会把你当作金人的奸细来看。总帅呀，你一点也不了解我的苦心。打了这么多年的仗，拿什么钱北伐？北伐伐成了，咱们能在上京守多久？北伐伐不成，金人漫山遍野滚滚而来，咱们还能向南方跑多远？你若不伐，你怎么能知道成不成呢？怕这怕那，军心早就乱了。亏你还是个老行伍，打仗取胜关键在一个算字，不算准了，土法无功，只能让老百姓受罪。算尚且不知算，不会算，不经言语算，算，整天你算去吧。老夫撂着一句话，我活着，忠义之君可以筹到100万，我要是两眼一闭，两腿一蹬，忠义之君就会七零八落，一哄而散。那是你把自己看大了，长江后浪推前浪啊！哼，是吗？你躺下了，不必守，领导北伐的人前赴后继多的是。你让我看明白，队伍在哪儿，粮饷在哪儿，河北河东的忠义之士在哪儿？我还是那8个字，听候指示，审夺前进。好，审夺前进，不就是严禁前进吗？李纲啊，你就是让金人吓破了胆子。有你这个窝囊废的李纲，大宋还想什么迎2圣回京啊？还想什么收回故土啊？还想什么？总帅呀，来，喝口水。来，总帅。来，喝口水啊！看你，
哟，大哥回来了！大哥，此行怎么样？韩世忠夫妇倒是深明大义之人，不过那个梁再平，倒是颇有些冤枉。我已经向宗帅禀明了，宗帅当即表示，要替梁再平讨回公道。哦，不过什么？不过老帅连上了24道折子，有的被李纲拦着，有的被王伯彦拦着，有的被皇上给退回来了。宗帅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了。老帅年岁大了，照这样下去，怕是挺不住啊。哎，咱们能不能想法子去帮帮老帅？可咱们人微言轻，使不上劲儿啊。哎，我有个主意。老帅一马当先，咱们咬着他的马尾巴过河，来个出其不意，先斩后奏。那怎么行？我看不妥啊。在归德的时候，皇上找我闲聊，让我多方面打听民间的消息，写信给他禀报。我琢磨着，我可不可以给皇上写一封信，告诉他民间对北伐的想法？好啊，大哥，你写，俺给你夜薪800，保证送到皇上手里。嗨，想当初这皇上还没有登基的时候，他这么说，可能是一时之感慨。可现在他当上了皇帝，你们想一想，一个武功郎给皇上上书，于情于法，似有不妥呀。哎呀，什么妥不妥的？现在要紧的是要讲实话。皇上身边没有人敢讲实话呀。他现在被困在汪伯彦之辈的手掌心里，那能有什么长进？有什么见识啊？哼！老帅要是被人欺侮，我牛伴第一个不干。不错，那万一皇上要是怪罪下来，该如何是好啊？眼下我军士气正旺，金军望而生畏，可朝廷却使出这样一个拖字诀，助他人而劳我师。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，军心必散。管他妥不妥，先写了。陛下已登大宝，社稷有主，以足伐敌之谋。而秦王之师日积，彼方魏武速弱，以乘其待击之。冬季将领，二圣身陷牢狱，暗无天日，几千宋俘实无果腹，衣不蔽体，苦不堪言。皇上，汴京留守800里加急。啊，原来是岳飞给皇上的书请书。可是这武功郎怎可给皇上写书请书啊？可能是岳飞他遇到了什么难处，要朕为他做主啊。来，赶紧念给朕听。遵旨。陛下已登大宝，梨园有规，社稷有主，已足以北伐金人。目前秦王之师日益壮大，兵势日益强盛。今人以我大宋素来积弱，未必能敌。我军正以乘其不备而击之。你说岳飞这个小子，真是近墨者黑呀。跟老帅当差不久，
连说话的腔调都像他。而李纲、王伯彦被说继续。而李纲、王伯彦被不能承陛下之意，恢复故疆，迎还二圣，奉车驾日已南，又令长安、淮阳、襄阳准备巡幸，有苟安之见，无远大之略，恐不足以系中原之望，虽使将帅之臣戮力于外，终无成功。有苟安之见，无远大之略。这说的不正是你们二位吗？为今之计，莫若请车驾还京，罢3州巡幸之诏，承二圣蒙尘未久，鲁学未固之际，亲率6军以礼北渡。如今天威所临，将帅一心，士卒坐骑，中原之地指日可复。这哪里是岳飞所上之书啊，根本是老帅所上之书啊！亲率6军以礼北渡，写得如此雄浑，如此悲壮。看来就算是老帅亲自执笔，也不会比岳飞所上之书高明多少。哼，说我们2个不能承陛下之意，不能系中原之情，那谁能呢？难道是那个老糊涂宗泽吗？他能行吗？李纲，你对此书有何看法？子非鱼也，何以知鱼之所由也？臣一生所求是仰能朝天，俯能立地，一生毁誉，岂是年轻气盛的岳飞所能辨明的？岳飞不过是区区武功郎，竟敢如此之诋毁朝廷命官，此风一长，乌暗四起，朝廷永无宁日啊！岳飞不过是区区武功郎，竟敢如此之诋毁朝廷命官，此风一长，乌暗四起，朝廷永无宁日啊！这皇上，臣以为岳飞祸兴萧墙，死罪之至，所以请皇上明断呐。皇上，岳飞虽年轻气盛，却不是宗泽一人钟爱之岳飞，而是大宋行伍之中千万少壮校尉所推崇之岳飞。贸然处死岳飞，势必引起军中巨变。皇上万不可为一则奏闻而轻易触动杀机啊！那李大人，你觉得该如何处置？表其忠心，批其越职。皇上，万万不可如此处置啊！如今陛下刚似我朝之大统，不任陛下法统之人大有人在，我看这岳飞就是其中之一。他口口声声喊什么老皇上，在他眼里只认老皇上是他主子，而没认皇上您是他的主子呀。从古至今还没有5人猖狂之风，那些大将屯兵关外，使得皇上用令不行。哎，大将也就算了，可他小小武功郎也胆敢指摘朝政，如不严加管束，以正视听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皇上，当初金兵立张邦昌的时候，徒儿秦桧为了抗争迁民，反被掳去北方。他在誓言书里写道：“临危受命，举能圣贤。”这是优劣之事早已定论的。日前泥马河之惨案，
金兵四起，乱箭穿身，危在旦夕呀！突然，彩光闪现，祥云升起，一匹白鹅银驹飘然落地。九爷跨上神驹，一飞冲天，神迹相助，顺利脱险呐！此乃天照啊！昭示了九爷乃是九五之尊呐，嫡传之位永固啊！这事，朕是知道的。秦大人忠心可见，他现在的处境，朕亦代为惋惜。皇上，臣还有下文呐。臣听说啊，这个岳飞在军营里到处造谣，说没有你马河之事啊，说这些都是他的功劳啊。所以皇上，他言下之意是说你法统不正啊。皇上，不知天马为何物，还能知道什么是车驾还京、罢三州巡幸之诏吗？岳飞他不明事理，朕不能不明他的忠心。朕不杀他，也不能留他。把这封信送给宗泽，让他对青年校尉严加管束。皇上圣明。大帅，您就替岳飞说说情吧。怎么说他也有护驾之功，怎么能说免就免呢？宗帅，您就饶了岳飞吧。哎，是啊。那个不就是那个兔子死了把狗给煮了吗？再说了，今人那些兔子这还活蹦乱跳的，这就把狗给宰了。说什么呢？说谁是狗啊？我不是那个意思啊，我是说谁要是跟岳大哥过不去，那谁才是狗呢？行了，都不要说了。宗帅，不能让岳飞走啊！军中不能没有岳飞，大宋不能没有岳飞啊！岳飞屡建奇功，还救过我的命，您忘了吗？宗帅，求您了！宗帅，求您了！都给我站起来！男儿膝下有黄金，怎么能说跪就跪呢？起来，起来呀！宗帅，求您了！如果我能救岳飞，难道老夫不会去救岳飞吗？我跟你们说实话，如果没有人救岳飞，岳飞的脑袋早就到地下了。你们不要以为自己懂得了是非曲直，你们记住，在朝廷，那黑白是可以颠倒的。宗帅说的对，是我们不懂官场，不懂朝廷。宗帅已经为我做了很多了，兄弟们就不要再为难他老人家了。都快起来吧！都快起来吧！我去你的！奸臣当道，还打什么了仗啊？大哥，我也不干了，我跟你回家种田去。走，大哥，走。杨再兴还反了你了！你这是军人的言行吗？来人，把他拉下去！是，狠狠地打50军棍！放开我！杨再兴，放开！大帅，是我岳飞教导无方，岳飞甘受这50军棍。大帅，手下留情，兄弟们，别跪下！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们少给我在这多事！来人，拉下去打！放开我！奸臣当道，还有天理吗？奸臣当道！
宗帅，给个教训罢了，您还得留着他打金人呢。算了。你们把他带下去。你要记住，在我的军中，就要守我的规矩。你们都走吧。大哥，这走啊！大哥，走。宗帅，岳飞这就走了。这些日子，承蒙宗帅您的教导，岳飞受益良多。岳飞走了之后，您老要保重身体。您的身体不好，不能再喝酒了。走吧。走吧。不识轻重，使我损失了你这一员猛将啊！你说，老夫能不生气吗？年轻人啊，年轻人啊！不能尽忠，还能尽孝，不坏。
谢谢兄弟们！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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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等呀！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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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弟兄们凑的一点意思，就算是对岳母的一点心意吧。哎，不，这可不行，这个不合适。哎，什么合适不合适啊？大哥，你看，这只最大的箱子啊，是宗帅送给你的，收着吧。就是啊，大哥，我看老帅啊，也是敷衍皇上，等过不了几天，还会把你给请回来。哎，就是，大哥呀，就当是宗帅给你放了个大假，让你这个大孝子啊，回家看看老娘去。谢谢兄弟们。杨毛子，大哥。疼，大哥！你那几十军棍伤得不轻，要好好休息休息。我没事儿。我走了之后，你给我好好听宗帅的话，不要再说那些丧气的话。日后如若再有机会，我们还会再见的。我知道，大哥，我等你回应。岳大哥，你走了，我可怎么办呀？军营实在不是你们女人家待的地方，你还是回家去吧。继续去找梁小哥，跟他一起发动民间力量，辅佐宗帅。岳大哥，你们不要再送了。岳飞就此告辞。岳飞辜负了众位兄弟对我的信任，对不住了。需要多坚强，才能够如愿以偿？还有梦，我就敢和一切对抗，因为鲲鹏总是属于最远天边的那方。你愿意，我就要带你去看看。放弃也许比较简单，但困难让我更要自强。我宁愿相信人们比世界善良，只是他们不懂我们对未来的想象。飞跃的心，要不要？我的双手就是我自己的翅膀，万水千山，你相信我就可以飞翔，飞翔。年轻只有这么一趟，该哭当哭，该笑当笑，快意人生，我什么都想尝尝。草民岳飞，请相国大人安，请招抚使安。哦，老相国知道你今日赶回汤阴，特意来此地等你，要与你杯酒送别。草民莽撞上书，罪有应得，请相爷宽施谨念。你直言上书，勇气可嘉，老夫喜之不喜呀。你说什么罪有应得，只是把老夫列于汪伯彦一辈，这是老夫有意质辩的地方。哦，两位，我们庭中叙话，请。请。靖康之耻，北迁之恨，人人有份，你我也不例外。
如何雪耻弥恨，你我各有所思，各尽其职。你在营地之干戈以慰疆土，老夫在朝廷补偏旧弊，以安社稷。老夫不知你所劳，你也不知老夫之苦。你与老夫之间有所误会，理所当然，不足为怪。谢相爷不怪岳飞妄言之罪。老夫敬你是一员猛将，你去职罢官，这与时下急需为朝轮才的宗旨全然不符。我等虽有不平之心，却无回天之力。看着你怆然而去，不但招抚使为你报冤，就连老夫也过意不去。这段公案尚未了结，老夫希望到头来，你能争个公道，老夫能争个理德。今后，无论草民何去何从，相爷这番嘱咐，当永铭心头，不敢少忘。日后之役，终不能免。武将以刀枪应战，文臣以笔墨御敌，两者相投，其利乃见；两者相悖，其害乃现。一个有为青年，即文武一身，即增其利耳，免于其害。切望你回家之后，练武之余兼修笔墨。老夫在入关之前，再与你谋一面之缘。如果那个时候看到的是一个日日新的岳飞，那老夫就可以闭目无憾了。来，秀才人情酒一杯，咱们干了上路。来，干！娘，好了好了，别站着，进屋说话。好，进屋，进屋了，走，进屋了，走。哎呦，慢点啊！平儿呢？在娘房里呢。画画呢？我在相州的时候，看到一家店卖画笔不错，就买了几支，送给你。这双手原本该抚琴握笔，现在却变成这个样子，都是我岳飞的错。你不要再说这些了，我早就不是当初那个娇小姐了。你的玉佩呢？
缺钱，拿去当了。那可是你娘留给你的，你怎么能把它当了呢？不过就是块石头嘛，又不能当饭吃，不要紧的。我给你画个什么？射箭射的是别人，但敌人是自己。敌人是很小的目标，自己才是难以克服的大山。越飞呀越飞，山越在前，飞在后。你不战胜你自己，你大鹏鸟就永远压在山岳之下，飞又从何谈起？所谓万人敌，最后敌不过的是自己。我这次罢官，走了那么远的路，来泡泡脚，解解乏吧。想你师父了？别想了，既然回来了，就好好的过日子。对你们男人来说，最要紧的是天下；可对我们女人来说，最要紧的是你能平平安安的回来。你要做什么？我不在家的时候，全家上下都要靠你一个人操持，你辛苦了。怎么突然说这些呢？你也一起洗吧。你们两个小鬼也来凑热闹啊！孩子们都睡着了。闭上眼睛。好了。
缺钱用呢，何必急着把它赎回来？答应我，以后不管碰到什么困难，不许再一个人扛。你要告诉我，这个玉佩是保你平安的，以后不许再让他离开你。启禀皇上，钦惠连夜写了一份奏表，恭请皇上御览。什么叫南人归南，北人归北啊？以长江为限，南边归赵构，北边归皇上。哦，找死你！臭小子，你大宋早晚是我们大金的囊中物，我用得着你让啊！哼！来，吴主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养虎为患，杀赵构，方能安枕。皇上，秦桧雌学兼茂，才华卓绝，在赵构跟前也是名能员。他知情多，主意亦多，皇上可重用之处必多，恳请皇上给他一个机会。过来。哦哦哦。皇上，容我降禀。讲吧。皇上，起始划分的条
我们可以再谈谈。可是，两方交战，即使实力悬殊，也一定会各有损伤的。战事旷日持久，对国力也会有所牵制。如果能够不战而得其利，岂不是上策吗？你能让赵构乖乖的把土地交出来吗？秦桧愿意一试。那好，你现在就给他写封信。他的父母和妻子可都在我大金，是让他缴械投降，不要再做抵抗。是，一家人到这里团聚，岂不是挺好吗？啊！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是。起来吧，只希望你把大金的事办得头头是道，不枉费了这一番重新做人的好机会。是。听说赵构的老婆在这里，啊？是，哪一个是啊？不能便宜他，是吧？啊！怎么样，见到大金皇帝了吗？他说什么？见到了。赵构皇帝，他要我写封书信给康王，劝他早日投降。写书信有何用处？康王要是顾及父母妻子，当初他就不会不救汴京。我也知道写这封信没用，我的字在大宋能够识得的人颇多。他日你我若有望南归，这封信一出，天下就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地了。不过现在不行，现在这个容身之地也是住不久的。既然身在大金，就只能仰人鼻息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先过了这劫再说吧。我在想，这封信如何能写得妥帖些？这就要看官人你的这支笔如何妙笔生花了。我给你磨磨。动笔吧。故而大金皇帝命罪臣上书皇上，勿妄动兵戈，否则二圣以及皇上母亲、妻子性命难保。罪臣不得已写此书信，望皇上能够明辨当下时事，勿被某些头脑发热之大臣所误，驱兵北伐。若如此，胜则不足喜，败则实堪忧。罪臣秦桧叩首。皇上您可要节哀呀！
这普天下大宋的子民还都指望着您呢，皇上，您要多保重。现在朕的父母正在北方受苦，朕虽为九五之尊，却无能为力。倒还被金人拿着这封信来要挟朕。你说，朕还算个什么皇帝？皇上，那还是汪大人他们说的好，古往今来，大圣大贤莫不出自困境和逆境。唐太宗堪称万世明主，他可是在玄武门杀了自己的亲兄弟才当政的呀。那太宗皇上他也是背负着弑兄的罪名，差点驾崩在征辽之战。皇上，您想想他们以后的好，那心里头啊就会舒坦一些。我想他们日后的好。那我娘子，你也知道那些金人，我娘子她肯定。皇上啊，那金人提出什么要求，就尽量的满足他们。虽然是一时的屈辱，可等他们回来了，那总有搬回来的一天。你是说要把我父皇接回来吗？啊！老奴失嘴了。你是说要把我父皇接回来吗？啊！老奴失嘴了。哎呦，皇上啊，老奴可不是这个意思，老奴是说呀，给那些金人呐一些金银，能把太后和娘娘接回来，那就实属万幸了。好吧，就按你说的办，去准备一些金银珠宝，满足金人。最重要的是把朕的娘子还有母亲接回来就行了。是，皇上，老奴遵旨。赶紧去办吧。儿，王爷。皇上救我！皇上救我呀！皇上，此人疯了，他竟然说皇上要举朝前往扬州。皇上，你可以撞柱子，撞朕的龙椅，但为什么偏偏要撞朕的花灯啊？放手，皇上，臣不敢。皇上，皇上，王伯彦欺君罔上，请皇上治他的罪。你治朕的罪好了，臣不敢。你言
里只有二圣，只有百姓，就是皇上。皇上，微臣和宗泽为保汴京下了死功夫，就是为了皇上的圣驾呀。弃下扬州而不移驾返京，还要拨苍银1000万两，去扬州修宫室、修花园。这消息传了出去，金营人马不去汴京，而直去扬州了呀。那时扬州没有另一个宗泽，也没有另一番护城设施，也没有另100万雄师了。你和宗泽在汴京的防务上花尽了心思，可是你们下的都是死功夫。汴京就算加盖了铜墙铁壁，毕竟是在黄河的边上。金人围歼汴京数月，驾轻就熟，铁浮屠滚滚而来，咱们不是挨饿，就是挨打。朕在归德总是提心吊胆，在汴京更是朝夕不安。而你李刚作为丞相，你可有为朕考虑？这么说，去扬州建宫院是皇上的旨意？相国，皇上的意思是说，扬州远在千里之外，金营人马运行不便，你就是请他来，说不定人家还不来呢。再说这上有成州、泰州，还有达康，下有常州和宜兴，那都是扬州的天然屏障啊。再说，皇上去了扬州以后，也许神清气爽，说不定他就……别再说了，就这么定了。李相国，你布告天下吧。你看，李相国，有什么事儿啊？你非要深更半夜的来叨扰皇上？有什么事儿，明天咱们上朝再说，是吧？不必了，李刚谢皇上隆恩，尸山血河，后会有期。皇上，你看他，听他的口气，好像是要告老还乡啊。哎，皇上放心，等他牛脾气消了以后啊，下官自去请留。挡在路上的石块，把它搬走了，那不就更平稳些吗？啊，皇上说的极是啊，皇上圣明。黄钟毁弃，瓦釜雷鸣，前世无名，大宋啊大宋！大人，来。李相国，下官来迟了。老帅，敬相国一路平安。赶路赶得辛苦，这杯酒一定要喝，一定要喝！来，干，干！这还了得！这李刚不过是告老还乡，咱们老帅从汴京赶来，就连在河北忙着募兵的张所也赶来凑热闹，叫他们带部队进王解围，他们一个个推三阻四，这会儿给李刚送行，倒跑得比兔子还快。皇上，
他们擅离营区，遗失调遣，轻者算他们疏忽职责，重者可以判他们兵围城下，非乱即叛之罪呀。这天气一冷，金人又有难犯，还请相国给张所指条明路吧。张大人，该说的在下都说尽了，事事如此，关键不在说，而在做。你这个河北招抚使的责任最大，没有人才，什么事也做不成，办不了。人才找到找不到，都在你手里。你抓紧了，大宋便有救；你抓松了，大宋就等着灭亡。像你岳飞这样的人才，能有10个8个，大宋何愁不兴？北伐又何愁不成啊？那相国的意思是，把他找回来。我李刚走一个不足惜，像岳飞这样的人，却是少一个也不能啊！老帅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是啊，张大人，老帅，河北是岳飞的家乡，幽燕一带，岳飞曾经身临其境，对那里的地理形势非常的熟悉。若要进军恢复河朔，没有他是不行的。赶走岳飞，是皇上差我做的。叫岳飞回来，张大人，还得你亲自去啊。宗帅放心，张所马上就去。我那儿有几个岳飞的好兄弟，让他们带你去。李大人，保重啊！保重，保重啊！岳林，我是怎么教你们的？不是，是他还敢犟嘴！爹，我们知道错了。错了，那该怎么罚你们？国有国法，军有军规，若坏了规矩，无论亲疏贵贱，一律军法处置。好，既然你们知道，那就现在开始吧。把我昨天教你们的口诀再背一遍。浊龙起水雷先动，风吹大树百枝摇。内实精神，外事安逸。打法定要先上身，手脚齐到方为真。内要齐，外要齐。爹，太阳都快下山了，明天再练吧。闭嘴！奶奶还等着我回家干活呢。别拿奶奶压我，弟弟还没说呢。蛇龙起水雷先动，风吹大树百枝摇。内实精神，外事安逸。哎，爹，牛叔他们来了！啊，牛叔！牛叔！小云子，哎呀，亲戚贵说，小云子啊，张大人来，岳飞啊，
大家都说你勇冠三军，你看，你一人能对付几个人呢？勇冠三军这个勇字，只说对了一半。有勇无谋是不行的，这个谋才是胜败的关键。大部队要行动，要靠谋略；拳脚对打，也要靠谋略。你打算先打他哪里，再打他哪里，一眼瞄过去，你就要划定了你出拳踹脚的部位和力度。你问我一个人可以对付多少，我只能说，有多少人让我谋上了，我就扳倒他多少人。打人不用拳头，而用心计。好啊，好啊！而为将之道，不患其无勇，只患其无谋。孙子说：“上兵伐谋，次兵伐交”，一点错都没有。头等用兵的，先把对方之谋找出来，消而灭之，让他全军动不了；而次等用兵的，开始先找不着对方之谋，而积极与他交战，一边打一边找，一旦找着谋之所在，立刻齐而袭之，让他山崩土倒，再也站不起来。岳将军的学识修养不像是我们行武之人呐。好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手下爱将，叫张宪，以后还望彭举多多指教。岂敢岂敢！岳飞，论兵法，你有天才的领悟。我原以为相国一直认为你是一个勇士，可今天看来，你不光是个勇士，而且还是一名谋士啊！我姐夫还会造织步机呢，你们就叫他织布师吧。那我呢？啊，我呢？你呀，他娃儿的就是一个喝酒师。来，喝酒，喝。那张大人就是一名国士了。哎，张大人近来举措深得民心，可谓声满河朔呀。哎，哪里，我那是众心所望，将士们拼死效力，为的是早日赢回2胜，收复失地。像我手下有一个统制官，叫王彦，报国志气之高，竟然在脸上刺上8个字啊！不过现在刺字倒是很流行啊，不过那刺到脸上，那不就成了犯人了吗？是啊，是哪8个字？赤心报国，血杀金贼。果真豪杰也。对，当前形势不容乐观。这不，金人又开始了冬季攻势，已经占领了新乡。张大人，刚才彭举看到北边浓烟滚滚，是不是金兵又在放火烧城了？彭举啊，打起仗来，行军布阵，你是内行，可我很想知道，你对眼下的时局是什么看法？你认为大事不可为了？到了这个地步，只有为了灭贼虏、赢2胜、复旧疆，而各拼各的命了。老帅和相国让我在河北多招募一些兵，可是我想来想去，还是没有想到一条新的路数着手啊。二公这么重视河北，大计方针是不错的。过去就有人指出来，河北视中原为珠玉，中原视河北为4肢。人之一身上下可以不佩戴珠玉，而不可失去4肢。以本朝之都汴京，并无天险可守，平川旷野，长河千里，首尾不相应援。河北不守，
则京都必不守。如果朝廷下大本钱，深沟高河，以精马健甲据守要冲，那么敌铁蹄入境，一城之后复困一城，一城受围，其他诸城连环持救，直到所有铁浮屠退出关外。那么河南才可保，京师才可保啊！其实河南之以河北，正好像燕云之以金坡诸关。河北不归，河南不可守；金坡不复，燕云未可有。这是一个定论。说得好，要招募河北兵员，就必须过河。可眼下河北之地，半是胡虏之区，这又怎么办？别的办法都是一时口快，只有配以重兵力取河北，才能够以河北人力为京都之援。不然，中原之四支伸展不了，根本就是个危机四伏的地方。到那时候，京寇既得河北，又侵河南，接下去又该如何？险要济师，何以论守啊？说得好，险要济师，何以论守？所以，皇上流亡至江淮河地，犹未可知啊。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这哪还有兴致抵抗京寇嘛？这不是兴致，而是责任。张大人许国以忠，不妨直禀皇上，大势所趋，必须提兵河北，恢复旧疆。果真如此，我岳飞以招抚大人之命侍从，虽一死，亦不足惜。没吓着你吧？那2句话就吓到了，那才是笑话。没想到你还真挺得住。有了那台又大又好的织布机，我现在不但挺得住，还指着它让我发笔横财呢。好啊你，跟我饶舌根儿。不饶舌根又能怎么样？听你说到死不足惜那句话，就吓得惊慌失措，嚎啕痛哭吗？张大人从归德过来，跋山涉水的也挺不容易，我总不能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吧？你什么都别说了，你也别想我用什么法子把你留下来，我没那根筋，也没那个能耐。你这次回家能待这么长时间，我已经是感天谢地了。你看，这个绣花盘，今天还好好的放在这儿，明天就不知道会不会像新香一样被战火给烧掉了。咱们这房子，咱们这个家，明天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了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我李孝娥没什么本事，就是能嫁给你岳飞当老婆。你在身边，日子过得好一些；你不在身边，日子也还能应付得过去。
还没歇着？娘，我有话跟您说。是时候该说说话了。娘，孩儿明日就要随张所大人奔赴沙场，不能在您膝下服侍，孩儿不孝。娘知道，娘明白，娘啊，早就想开了。娘侄儿是天经地义，是应该的。重要的是你屋里的人，孝和她怎么说的？孝和她嫁给你，把终身都托付给你，你没理由让她一年到头为你守活寡。我已经跟她说过了，她说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是她应受的本分。有你这句话，娘心里就有谱了。你就安心跟着张大人拉开步子去吧，啊！娘，这40两银具是张大人捎来的安家费，您先收着。皇上没撤你的职，你喊尽忠报国，那是逞一时之勇。如今皇上撤了你的职，你得想清楚，皇帝是怎么样的皇帝，大宋是什么样的大宋，时局是怎么样的时局，你还要一头栽下去。势必你是盘算得很清楚了。你再喊着尽忠报国，就不再是逞一时之勇，就像你所说的，是谋而后动，动必有成。是，孩儿确实想过。虽说当今奸佞当道，然而保家守土，实在是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娘为什么要提这4个字？
你不在的时候，娘琢磨着“中国”这2个字，真是越想越觉得有意思，有学问。孩儿请娘教诲。一般来说，这个“中”字啊，是忠于君父。那娘在想，为什么不能把这个字扩大一点儿，荣誉的不再是一个皇帝，而是仁义之念、仁义之事、仁义之功、仁义之战，为仁义而忠，为仁义而弘道，甚至为仁义而杀身。这报国的国字，那不单单是指大宋而言，指的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之国，指的是人与人之间能和平相处之国。朝廷以仁义为政，三军以仁义为师的泱泱大国，你的忠，你的国，也许在眼前，也许在未来，娘只盼着时机到了，你能把握你的忠，报效你的国，把这股劲儿、这股气传给你的儿女，传给你的兄弟。请娘将这4个字刻在孩儿背上，孩儿走到哪儿，就把它背到哪儿，让孩儿永远铭记在心。刺在你的脊背之上，你就不怕皮肉之苦吗？皮肉之苦，总好过当前之痛。
娘，您受累了。四太子，唯一娘娘到了。不知四太子找哀家所为何事？听说娘娘在汴京，每日都要看这幅《清明上河图》，说一日不看此图，便一日不知民间疾苦。我看此图，一看再看，只见千岩竞秀，万壑争流，宫苑巍峨，民屋纵横，男女百姓比肩接踵，软红10丈，整个画面之中，日丽风和，书气迎人，全无半点民间疾苦可言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大在上河图，相隔若三秋。哀家看这张图，不是从造型的技法、位置的经营以及调剂的精致上着眼，而是就一个整体的印象去把握画者的抱负与情操，也就是太子爷所说的日丽风和，书气迎人。太子爷有慧根，看出了他的书气，而哀家看出的却是他的杀气。此话怎讲？中原的圣人讲究的是居安思危，防患于未然，把眼前的软红10丈和一团书气看成瞬间即逝的海市蜃楼。张择端这支笔要告诫世人的，不是巍峨的宫苑和纵横的民房，而是隐藏在背后的残垣断壁和烽火战乱。一个懂得于防患于未然的皇帝，他必能从太平盛世之中闻到炮火连天的气味，看到兵荒马乱的沙尘。而一个疏忽于居安思危的皇帝，他脑子里就只有这么一幅千岩竞秀、万壑争流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你说，这不是杀气，是什么？只是可惜呀。娘娘可惜什么？为何欲言又止？可惜这位皇帝便是哀家的夫君。可惜什么？为何欲言又止？可惜这位皇帝便是哀家的夫君。张择端的这幅呕心沥血之作，被他修改3次，
将张择端明者防祸于未萌，智者除患于将来的用心全部抹杀一尽。留在画符之上的，便只是现在的日丽风和，暑气迎人。艾家的夫君爱研究绘画，爱研究书法，爱饮酒，爱收集奇花异石，甚至千里运石，选石为妃。可他所爱的这些，没有一件与山河破碎、冲锋陷阵有所关联。而事实上，他已经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山河破碎、冲锋陷阵的边缘。哼，即便看到了杀气又如何？会看画，也不能挡住我大金的铁蹄。看《清明上河图》，一定要看出画中人1643名和飞禽野兽208头的死亡阴影和毁灭凶兆。凡是有关物极必反、强极必弱的因果报应，都会被贤与不孝的皇帝分别所推崇，或者是所推翻。大宋要在中原成就一个《清明上河图》的梦，最后却梦断情伤，一切皆渺茫。而大金是否踩着前人的覆辙，由繁华走入没落，盛世走入衰败，清明走入寒冬，这就要看太子爷从什么方向去观赏这一幅诡计神功的太平图了。启禀四太子，二太子沃吕布带着赵构使者求见。请。是。你等你儿子来谈判，等得很苦吧？哀家可要回避？不需。南朝的形势，亮娘娘亦急于有所听闻吧？四太子恩典。跟你明言，皇上让我会同沃黎部接见南朝使者。你之所以在这里，是你们那个叫秦桧的指名点姓叫你过来的。秦大人，秦桧可是沃黎部眼中的红人呐。南臣康吕叩见王爷大人。叩见韦娘娘，韦娘娘千岁，韦娘娘千岁。起来吧，快起来。谢娘娘。千里远行，一路辛苦，快向四太子回话吧。是。本使此番带来了3大箱礼物。这第1箱是进贡于太宗皇上的，第2箱是供奉王爷和几位大将军们的。第3箱是要送去五国城给皇上和嫔妃的，请王爷开启礼箱，一一检查来见，以免匆忙入境不能随俗而误触祸端。此处是清单。找单全收，立刻查验。
你的礼物之中，不会藏着图穷匕现的故事吧？啊，不，如前匕首，小史愿意天诛地灭，碎尸万段。谅你也没有这个胆子。你说说，给韦娘娘带什么来了？我们娘娘啊，精通音律，给她带来了长短箫一对。太好了！快取出来，请娘娘演奏一曲，但是乡愁。啊，是。这个伤病之小，可是上河图上巧编那家卖玉器的店铺，不是那一家。张择端知道娘娘喜欢吹箫，他就在桥头上画了一家乐器店。其实啊，张择端是大处造势，小处造假。原来是这样。吹箫，他只会吼，吼我们割牧草，吼我们放牛羊，
吼我们练习摔跤，吼我们弟兄要永久相助，永久和好。老四，说正事吧。请吧。谢四太子。娘娘，您要多保重啊！赵构此番送礼，就是想与我大金议和，放回他母亲和妻子。王爷，我们皇上说了，愿意加倍的赋予大金岁贡，就是为了早日能和家人团聚。既然是想早日团聚，那他来五国城不就团聚了吗？哎呀，四太子高抬贵手，四太子高抬贵手，四太子高抬贵手啊！窝里部，皇上让秦桧写信，条件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？加倍付岁贡，还满足不了我的胃口。若不答应我们的条件，还可以什么？打过去便是。老四，你怎么和章邯一个论调啊？这上回咱们打到了汴京又怎么样？最后还不是班师回来？那个张邦昌又不得民心，咱们还不如和赵构多亲近亲近。老二，我说你怎么看不明白呢？张邦昌要是得民心，咱们服他做什么？这好了，我也是奉皇上之命接待南使，究竟要怎么办，还是请奏明皇上，让他定夺吧。来人呐，在，带南使前去就餐。是，谢王爷。请。哎。岳飞归队，张所立即提拔，把岳飞在停之前的修武郎升至武义郎。建炎元年的9月下旬，元帅张所命令王彦率岳飞等7000人过河交战。王彦、岳飞所向披靡呀！可此时，皇帝赵构他的心态又发生了变化。皇上，皇上，啊，皇上，康公公回来了，康公公回来了。皇上，见得太后了吗？见到了，见到了。皇上啊，您瞧瞧，这还有太后给您的亲笔信呢。掌灯，掌灯！哎哎哎！关山，魂梦长，三夜因书少，两鬓可怜情，只为相思老。桂罢碧纱窗，说与人人道，真可别离难，不以相逢好。母亲，我的母亲，
行尽江南愁杀意，不与离人欲。皇上，您可要节哀呀！这事要让太后娘娘知道了，有多心疼啊！皇上。太后初为我母，因公职不义，她连抱我一下都不惜。到6、7岁时，因我体弱多病，太医不许我与任何人接触，娘来看我，都站在10尺之外。后来我长大了，宫中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他犯了宫规，被打入冷宫。我们每一次见面只有1炷香的时间，而且要站在10尺之外。等我成家了，我们有好日子过了。2、3年的光景，只有2、3年，他现在又天涯漂泊。我们母子之缘到底为什么这么薄？我们到底犯了什么错？我现在这里养尊处优，而他在异乡受苦。皇上，你可要保住龙体，你保住龙体呀！已经有言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到底我们大宋赵家是积善之家还是积不善之家？为什么享余庆何其之少，而遭余殃又何其之深？皇上，老奴啊去了趟北京，他们呢正在犹豫打还是不打。皇上，要是接太后回来，您可要早做决断呐！江山飘零，满目疮痍，今人食我之骨髓，又何必杀鸡取卵？我们大宋的银库还有多少银两可以给他们拿？皇上，满不满足金人的胃口是小啊。微臣听说那张所张大人已经派部下渡河作战，这要是得罪了金人，皇上的玉完人伦之礼那可就是难上加难了呀！张所大胆，他肯定是听了那宗泽还有李纲的蛊惑，赶紧叫他回来。皇上该怎么干？经皇上明示。你们看着办吧。走，开打，快点，走，快点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跟上，走，老实点，跟上，快点，快走，快，走快点，别磨磨蹭蹭的，快点，快点走，快走，太过分了！他们不是畜生，有些人连兵都不是。这些人为了向朝廷邀功，走，抓平民百姓来邀功。快点，大哥，我去找他们评评理。张宪，走，住手！他们是人，不是畜生。王将军，军中暴虐盛行，侵扰百姓。我知道。那请将军以军纪处罚他们，以儆效尤。怪不得他们讨厌你，我一直不清楚，现在明白了。末将是为部队着想。人人都为自己，你在为部队着想，那你就是个艺术。他们私下里排挤你，你在为部队着想，如何施展手脚？如果人人都是为了自己，那人人都不能施展手脚；如果人人是为了收复失地而克己奉功，那部队人心齐泰山移，岂不是更有战力？有这样的部队吗？
择其优而用，打金寇还得仰仗他们。倘若金寇打来了，我靠你岳飞一个人，行吗？良莠不齐，赏罚不明，只会损耗部队的战斗力。金兵要是来了，几员大将也不够啊！你管得了军中，管不了朝廷。将军，将军此话怎讲？张大人被撤了，这是为何？当今皇上还跟你说为什么吗？一句话说错了，说撤你就撤你。是不是因为张大人叫咱们过河？谁过河，谁就踩痛了皇上的脚。咱们夺下了新乡，上面正打算断咱们的粮，绝咱们的援。这打的是什么仗？张大人他被撤了，想去看，赶紧去吧。去！去！岳飞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末将听说张大人被罢官了，特地前来探望。什么被罢官了？别说这种丧气话。如今朝廷奸臣当道，断了我3军粮草，我是要面见圣上，为何朝令夕改？我要替3军将士讨一个说法。大人，要不还是我陪你去吧？不用了，你跟在岳飞身边，我就放心了。记住，好好跟他学习，知道吗？是，末将明白。岳飞啊，渡河作战，殊为不易啊！我走之后，你们可要坚守阵地，千万不要让金寇再打回来。若是金人打过来，那只能说明岳飞死了。好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你有什么问题就找王爷，你我就此告别了。末将明白。将。今日，皇上叫你和哥哥去干什么呀？还不是那些事，打还是不打？皇上在犹豫什么？沃利布太懦弱，一直跟皇上说，大宋就像沉睡的猛兽，一旦激怒了他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是说武关城的2个皇帝吗？我看不出猛兽在哪里。这是他一厢情愿。他以为赵构会以父母为念，殊不知，赵构如果真会为了父母什么都不顾，当初他就不会不救汴京了。照我分析，过不了2个月，必打。那，你去吗？我要是去了，只能是你哥哥的部将。我想做3军统帅，让你风风光光的住进汴京城。我说的话你都记得？你喜欢的事情，我从来都不会忘记。你现在就把一件事情给忘记了。谁呀？我可以进去吗？二太子，
请进，请进。倒茶。二太子，您深夜至此，有何贵感？你想家吗？我想让你回家。什么？当真？今天詹寒又去见皇上，怂恿皇上再次出兵南侵。那皇上答应了吗？老四帮着詹寒说话，皇上又听老四的，我也没有办法，我只能请皇上暂缓出兵，等到秋天天气凉爽，再起兵伐。那二太子让我回家的意思是？你那么聪明，应该猜想得到吧？二太子让我回去，劝说小皇帝缴械投降，是吗？秦桧啊，秦桧，你明知道赵高爱他自己胜过爱他的娘和妻，你还这样跟我讲话？你们男人就是花花肠子多呀！在下不敢，在下不敢，在下不敢！我跟你明说了吧，我不指望赵构能够投降，也没指望他能做出多大的让步。但是此次你南去之后，我希望你我二人一南一北，能够促成和议。就像你说的，南人归南，北人归北，咱们互相依靠，共享富贵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多谢二太子再生之德，秦桧肝脑涂地，来日厚报。你明日便走吧。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？二太子，在临走之前，我想见韦娘娘一面。秦大人，秦大人，救命啊！哎呦，秦大人！救我，秦大人！娘娘，娘娘！娘娘！罪臣秦桧给太后请安。乱兵作恶，何安之有？哀家生不如死。太后，一人可以治百勇，一静可以治百动。若太后可以隐忍沉静地过日子，一定会有化险为夷、苦尽甘来的一天。你这张嘴呀，难怪二太子都处处护着你。太后，有人等我们叹气，我们偏不叹；有人让我们哭，我们偏不哭。古语说得好，任难任之事，要有力而无气。就是说，遇到困难的时候，要多使力，少生气。处
处难处之人，要有知而无言。遇到难应付的人的时候，要多体会，少说话。孟子曰：“人有不为也，而后可以有为。”太后定能有力而无气，亦定能有知而无言。秦桧为太后卜了一卦，乃上上大吉也。胡诌乱讲吧。患难之间，情谊非比一般。恐怕日后太后也难以再听到秦桧胡诌乱道了。近卿，此话怎讲？一千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，以后种种，譬如今日生。哀家更听不明白。这样的日子，微臣实在是无法奉陪了。这是怎么说？任难任之事，不是要实力乎？处难处之人，不是要闭口乎？下官这2天就要闭着口，实力开溜了。开溜？溜向哪里？自是江南健康府。你此去健康，关卡重重，你一个人走得了吗？非微臣一个人，家小一起跟着走。没想到你好大的胆子！太后容禀，今日我秦桧若继续留在北地，就会委屈而死。冒险不成，做了俘虏，也是受刑而死。横竖是一死。如果可以死在关内，起码可以享有南牧之官、故乡之土。所以秦桧下定了决心，今日3令5申，大寨之内不得潜逃，凡拿获者即行处死。此行你可要想清楚。多谢太后关心。其实我这逃亡之路是用50两黄金铺出来的，这一路之上都已经打点好了。若微臣命不该绝，月底应该可以回到家乡健康府了。太后，其实微臣这次来，除了向您请安之外，我还想问问您，是否愿意随微臣千里同行？同行？太好了，能与卿卿同行，天经地灵，众神护佑。若太后应允，微臣马上去安排。不行，2个皇帝，
走不了。何况太上皇病得这么重，我怕我还没进山海关，他就已经进了鬼门关了。是微臣妄想，请太后见谅。不，亲亲，小死可堪，只是哀家没有这个福气和自由。太后，您可否有意写几个字，让微臣带回临安，转呈皇上？好吧。美儿，你的小皇帝不要你了，过来！你就从了我吧！来！我求你了，你放过我吧！别想了，你现在已经是皇帝了，你想要什么有什么，干嘛还想他？不想不行啊，她可是我的海妃。你现在是皇帝，左右天下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